他是全南朝鲜最厉害的整形大夫，凡是由他改造过的人，不是马上就变成当红明星，至少也自信心大增。这么高超的技术自然吸引了无数追求美丽的人预约。按理说他应该赚得盆满钵满，但车振宇医生有个潜规则。这一天，一位父亲带着说是洗澡时摔倒的孩子来访，烫伤的女儿来咨询手术。孩子脸上大面积留疤，但手却毫发无损。他立刻发现对方在撒谎。通常人的脸遇到能导致2度烫伤的热水，会本能用手挡一下，但他并未直说，只是借口规定不做整形，拒绝给女孩做手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父亲非常生气，直接冲到前台大闹一场。他认为医生因为他穷就看不起人，坚持要把医院给砸了。幸运的是，小普医生及时赶到，成功避免了更大的冲突。但这位父亲还是不甘心，加油添醋的把事情曝光给了媒体。结果医院连续几天门可罗雀。2天后，一个女孩子小心翼翼地来到前台，希望能马上预约咨询。车振宇没想到这么着急，想整哪部分呢？没想到女孩说要整全身，最好能整成另一个样子。车振宇却发现，女孩是天生的双眼皮，嘴唇也很完美，通常不用做全面整形，反而她的表情让人好奇。于是他提议再考虑一下，等真正有必要改变外观时，再去医院也不晚。女孩随后乘电梯准备离开，但她总觉得有人在盯着她，这种不安伴她直到停车场。突然一声呼喊，让她停下。紧接着一个男人冲了出来，见到女孩，他露出大笑。不久之后，院长拦下车振宇，告诉他有病人急需手术。女孩因某种原因导致髋骨和眼眶骨折，右侧面部有大面积的皮肤撕裂伤，需要立刻进行重建手术。车振宇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因为在韩国，这类手术由外科医生完成。在院长再三劝说及女孩伤势严重的情况下，他终于答应了。在手术前，车振宇分析了伤势，推测初次受击时骨头已断裂，然后遭到凶手第2次打击，导致骨头卡在眼外基处，因此要先移除眼窝内的异物，再修复碎骨。与此同时，警方赶至现场，除了玻璃碎片，未发现有效线索。停车场的所有监控在案发时被汽车遮挡了，没能拍到女孩被打的情况。而该男子递交了伤情报告，声称是被女孩先攻击的。无证据下，警方判定双方互殴。女警未定这个渣男的罪，主动找到车振宇办公室，希望他以专家角度来分析，出一份证明伤口的意见书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证明那个女孩受伤是因为被再次攻击，这能证明那渣男是有预谋的。没想到车振宇一听就拒绝了，说不能公开病人的隐私。就在这时，那位父亲醉醺醺冲进办公室。车振宇不配当医生，因为他的亲事，孩子已离家出走了，断定他们没钱就拒绝治疗。话未说完，小普和安保就把他拖出去了，这让女警对车振宇的看法有了改变。下午因为缺证据，渣男被释放了，他气冲冲地抓住律师的脸，责怪律师让他做了那么久。正要打人时，被女警员抓住了手腕，手机里还发现了定位系统。3天后，小姑娘出了医院，她刚开车门就被渣男推了进去，然后车子就离开了地下室，正好被办案的女警看到。她想倒车追赶，却被后车挡住了。这时候车振宇正好开车经过，他赶忙说明了情况，2人立刻追了上去。我们言归正传，整个过程中，女孩一直在刻意挑衅那个渣男，这家伙慢慢失去了耐心，哪知道他的嚣张举动都被录像了。最后，车振宇迫使那个渣男停下车，女警抓住时机砸碎车窗，以绑架、囚禁和施暴罪名依法逮捕了他。同事在车尾发现跟踪器，这标志着渣男跟踪伤害案的结束。那晚某小区有人坠楼身亡，死者恰是前去医院闹事的父亲。女警在他口袋里找到了一封像遗书的信，信的内容如下：利用病人自称正义的医生，为了名利不择手段，真是可恶。车振宇，你这个混账，继续这么活吧。新闻很快报道了跳楼事件，同时披露了遗书的内容，所有的指责都对准了车振宇。不知情的患者们纷纷取消了预约，医院的营业因此锐减了1大半。另一方面，死者女儿在警局完成了笔录，而尸检报告指出死因是多重开放性骨折，导致重要器官受损，同时死者还有肺癌。队长推测他可能未能给女儿做手术，感到很愧疚才会选择跳楼，所以希望部下停止调查，并以自杀作为结案方式。女警刚追上女儿，想问些线索，却被告知自己的脸是父亲造成的。妈妈那时候离家出走，爸爸酒醉之下犯了错，自己的未来都被毁了，不懂此时跳楼的愧疚有何意义。加之隐私被媒体曝光，不想被过世之人影响未来的生活，所以请女警停止侦查。另一方面，律师朋友把车振宇叫进车内，感觉到坠楼事故，虽然车振宇不会面临法律惩罚，但舆论压力难以避免，提醒他有事随时联系。回医院后，
院长为了抑制舆论的影响，面对负面事件，专门开了记者会，不但承诺为女孩免费进行人道主义恢复手术，还特地安排车振宇亲自做3台手术。整形手术促进了这个社会福利活动。下午时分，警方突接报警电话，某网吧厕所里，一位女士被猥亵，其结果是猥亵者面部被匕首划了个12厘米长的伤口。警方接报后，女警迅速赶到了案发地点，受害者和她男朋友还在隔间。男友说明，他们本来在网吧打游戏，结果发现有个色狼一直盯着女友，他假装打扫卫生时偷看女生大腿，起初他没太注意，但后来女友去洗手间，发现那家伙居心不良跟了过去，他感到不对，于是赶紧跟上。他刚到门前就听见里面的尖叫声，立刻推门进去，见女友紧握匕首，神色紧张。那猥亵犯脸伤坐在地上，女警提出必须得去医院取证。同时，猥亵犯被送往车振宇所在的医院。这家伙看起来很不寻常，非常担心伤口会留疤，一边缝合一边不断摆弄纽扣。车振宇很快就察觉到了什么，但因为尊重隐私，他并没有直说。同时，女警刚和女友完成证据收集，男友急切地走到他们面前，话还没说几句，他就注意到这家伙的鞋上有些血迹，便把他作为物证保留下来。不久后，女警员抵达医院，却被车振宇告诉猥亵犯急需手术。原来此人被诊断为女性，3周前进行了隆胸手术，但手术部位严重感染了，必须立即取出，否则危及生命。这意味着那对情侣在撒谎。同时，有人在网上有意散布网吧猥亵案的详情，网友们都骂网管是渣渣，还纷纷评论说他是老手。受舆论压力，队长急着结案，要求小帅把嫌疑人从医院接回局里。就在大家准备离开时，车振宇阻止了他们。他通过伤口由浅到深的程度推测，伤口形成的情况也一样，因此砍人的人比网管要高，否则伤口就是由下往上的。同时，男友已经在警局被抓，女警发现他鞋子有血迹，形状像带尾巴的椭圆，这种叫做脱离血迹，是动态血液在静止物体上的痕迹，相当于血从凶器上飞溅到鞋上形成的血迹。就是说，伤害人的就是男友。原来他玩游戏时不小心打翻了酒，网管一番好心助理清扫，不料导致自己的游戏角色丧命，因此与他发生争执。这时女友正好要去洗手间，而网管是女性，她不想被人知晓，所以守在外头排队。男友气愤之下将她推了进去，紧接着发生了故意伤害，两人还当场对网管策划下流剧情。最后，女警以重伤和诬告罪将这对情侣合法逮捕。那天晚上，坠楼案死者的侄女给了个重要线索，她那晚看见一个可疑男人，但因为太暗没看清他的样子，但这人的鞋底似乎粘着什么。女警迅速明白过来，这是留不下痕迹的原因，不由得怀疑死者是否自杀。同时她有些不解，如果不是自杀，凶手为何要把车振宇拉进这事呢？同时，车振宇刚到家门口，就有辆车飞速向他驶去，女警开着他的车挡在他们中间，迫使那车掉头，才未酿成大祸。真的说，这位女警全程聪明过人。时间再倒回1个小时，她发现一辆黑车好像在跟踪车振宇，那司机还戴着口罩和帽子，这个人跟坠楼案的神秘人很像，所以她立马跟了上去。一路上她也没闲着，在尽量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，让同事查了黑车的车牌。很快，同事报告说，这辆黑车是赃物，车主最近才报失。正说着，那辆黑车朝车振宇开过去了。幸亏女警反应迅速，否则后果难以想象。次日 ，K 电视台的年度模特大赛正式打响，8位选手倾尽全力闯进了决赛，而最终决赛就在最后一天的节目录制中举行。名叫招英的选手不仅获得导演的称赞，他们俩的互动还特别亲密，这使得其他选手感到不满。毕竟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因为私生活问题，招英被经纪公司解雇的流言四起，所以跟导演搭上线也就不新鲜了。刚完成下午的拍摄，招英突被一位大婶泼了硫酸，痛得当场倒地，过路人联手抓住了那位大婶。谁也没有预料到，大婶在警方调查时显得漠然，只顾自说自是一庸人。天气这么好，就想去公园走走。他不认识招英，还一直在问警察，问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帅是谁。另一方面，由资深的鉴定科分析，仅凭2段监控视频，不能确认偷车和坠楼的是同一神秘人。同时，车振宇车内接到小普妈电话，小普妈真的难以理解，为何院长让车振宇做重建手术？其实院长也是为了稳定舆论无奈之举，毕竟那位坠楼的爸爸上月才刚释放，只想为烧伤的女儿做个手术。听到这话，小普妈大吃一惊，因为她认识那位坠楼的爸爸。招英的急救下午就结束了，面部左侧2级深度烧伤，之前还做过颧骨隆起，医生推荐去整形医院治疗。他感到非常委屈，明明和那个疯狂女子不相识，为何遭人用盐酸攻击？聊天时，女警察注意到
她喜欢在朋友圈分享动态，画面转换。昭英被紧急送往整形医院，考虑到假体感染的潜在风险，车振宇建议尽早进行手术。得知会有疤痕，昭英感到很冲动。经过1天的调查访问，加上老板的证词，小帅几乎确定大婶没有有意犯罪。但是女警感觉依赖大婶的证词，推出的结论有点牵强。毕竟昭英的行踪众所周知，任何人都可以知道她的位置。夜晚时分，大婶请求警察寻找她的丈夫。原来她亲眼看到丈夫和一个穿鲜红长裙的女人一起逃走了，让人觉得把昭英看成狐狸精。事情越演越烈，一些不良博主歪曲事实，演变成正式对决小三的戏码。警方很快联系上了大婶的老公。根据这个人的供词，他不认识模特昭英，但总让人觉得很轻浮。此外，丈夫透露妻子经常偷偷跟踪他，可能是因为心理疾病，但警方没找到。大婶有精神病的就诊记录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丈夫坦言听说精神病记录不利于离婚，所以妻子用朋友的名字就医。不久后，警方得知大婶有忧郁症、妄想症和精神衰弱，又因是初犯，应不会被拘留。但女警感觉这一切太巧合了。在合适的时候，老公的话题突然出现了，明明没刻意询问，别人就主动透露了作案动机，好像有股神秘力量影响着调查方向。因此他决定调查最近几年的泼硫酸案件，得揭露被遮掩的犯罪动机。镜头突转，大婶被判无罪释放，女警故意拦住了她，拿出一起硫酸袭击案的受害者照片给她看。大婶看照片时目光迷茫，准备走时，女警佯装打电话，透露了昭英在整形院的事给她。没料到大婶竟然上当了，她送走了律师之后，悄悄地溜进了车振宇的整形医院，直接闯进昭英被锁的病房里，拿出手机猛地对床上的人拍了一通，却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全部被女警控制住了。她还记录了这个人的不正常行为。而大婶在离开医院途中一直在给另一个女人电话，同时受到重创的昭英站在医院天台边缘，有时候说话真得避嗔。车振宇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，于是急忙掉头往医院赶。恰好在昭英想要自杀时，及时把她从天台拉回。另一边，女警跟着泼硫酸的嫌疑人到了一座高级公寓下，她白天特意给那人看了另一起案件受害者的照片，对方的反应异常激烈，也就是大婶不知道昭英是谁，所以她得亲自去病房确认是否真的完成了任务，然后拿照片去找指使者领报酬。果然一切如女警所料，大婶混进了豪宅里。话说回来，幕后的主使叫徐允和，她是丁沟娱乐公司董事长的夫人。她轻蔑地让大婶快点拿钱走人，然而大婶一听就火冒三丈，慢条斯理地拿起桌上的热茶。徐允和被吓得直接尖叫，大婶看了反而高兴地笑了。她觉得靠装傻喝一杯饮料就能糟蹋别人的生活挺有意思，意思就是她也可以用这招对付徐允和。徐允和也不笨，自然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，马上把傲慢换成了尊重。其实大婶是想胁迫他，想要更多报酬。同时小帅拿到了大婶出租车的行车记录，清楚地看到那人离开公寓后带着一大袋现金，猜测他们之间可能有交易，但目前缺乏直接证据，因此决定密切监控大婶的账目流水。没多久，小帅就发现大婶常去某整形医院咨询。次日下午，案情有新进展，女警在昭英病房外拦住一中年男子。根据这人的供词，昭英与其女儿曾十分友好，1年前都在丁沟娱乐公司工作，该公司的董事长金志赫正坐牢。男子坚称硫酸事件与已故女儿有关。转身之间，女警把情况告知昭英，并透露金志赫侵害了他的好友，致其去年自杀。昭英听后非常震惊，稍后冷静下来，才开始说出实情。那天下午，小帅依法抓了大婶，同时女警带队拦下了想出门的徐允和。进了审讯室，大婶马上全供出来，策划硫酸案的幕后黑手正是狱中的金志和。这人通过写信把想法告诉妻子，然后妻子花重金请人犯罪。但徐允和丝毫不以为意，他觉得男人做生意小错在所难免，明明跟那个香娘无关，但他还是去报了警，害得老公在监狱气得不行，所以才会找人出手教训一番。女警告诫徐允和，犯错就应该受到惩罚。硫酸案终于告破，网络恢复了昭英的名誉，但她的毁容无法恢复，而无人为逝去的朋友讨公道。昭英情不自禁地回想那个凶手丑陋的面孔，还有朋友被害时的无助眼神，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病房护士兜里的剪刀上。他决定亲手惩处那恶劣的董事长。正当准备执行计划时，偶然遇到了车振宇。他提醒不要企图用那个东西伤人，因为那是用来加纱布换药的敷料钱，别在无用的事上浪费时间，还是集中精力考虑如何移植。真正的报复不仅仅是鲁莽，还可以不按对方的意愿放弃生活。1天后，昭英接受车振宇建议做了皮肤移植手术，不久她便参加模特大赛的决赛。
虽然不能恢复从前的容貌，但若真的就此放弃，那就让犯罪分子左右了自己的人生。毕竟现实并非童话，我们仍生活在看脸的社会中。招英未能获得任何名次。下班那晚，车振宇见有人在车窗外凝视他，于是二话没说就追了过去。途中正好被女警撞见，他立刻也加入了追捕。神秘人很快就从车振宇眼前消失了，反倒是女警这边，神秘人突然停下来叫住了他，然后慢悠悠地走了过来，直接摘下口罩。好久不见，你变得更美了。原来这神秘人是女警的熟人，哥哥因为某案被关了7年，一放出来就开始偷偷跟踪车振宇，他认为自己的现状都是那人造成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案件就发生了，受害者伤势严重，已经失去意识。就在他附近，外卖员的头盔也掉在那儿，但幸运的是，女警官已经抓住了嫌疑人。然而，受害者家属坚持要送他去整形医院。同时，根据被害人表姐的陈述，他在给小费时不慎将钱掉落地上，推测这使得外卖员心情受挫，他随即冲进屋内，可能还说了些贬低送外卖的话。表弟为保护他，在试图制止外卖员时与之发生了肢体冲突。此外，同事发现这个外卖员此前也干过类似的事，伤人和盗窃，但这小子坚称他进门前地上已经是血迹斑斑。女警好心提醒他，如果不老实说实话，考虑到前科可能会被重判。没想到外卖员突然火大，他不懂前科怎么会跟此事挂钩，难道有前科的人就没机会悔改了吗？与此同时，车振宇手术时发现下巴的伤比右脸更深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被害人手上满是淤伤，看样子应该是长期被虐的结果。车振宇满心疑惑，刚离开病房，表姐马上过来了，关心伤势是否严重，会不会影响以后的颜值。得知情况不严重后，他显然松了一口气。女警在医院录取口供，被害人和表姐的说法几乎一样。他正打算离开，表姐却追了上来，因听说外卖员有前科，担心报复，希望快点结案。二人谈完，正巧车振宇找女警有事，他从被害人下巴取下的玻璃碎片，表示其他伤口都不超过1公分，只有这处超过3公分，还呈碎裂状，每个切口都不一样，也就是说下巴的伤口较大，可能不是意外引起的。掌握了这个重要线索后，女警员立刻返回案发现场，在客厅的相框里察觉到异样，马上让同事查一下表姐和受害人的关系。看照片，二人特别亲密。车振宇觉得不对，明明没告诉表姐手术方式，被害人怎么知道？再加上偶遇表姐在病房门边，似乎在听什么信号。他马上趴地，在办公桌角落发现监听器，但一切已经晚了，被害人和表姐已出院。另一方面，同事发现受害人在首尔根本无亲戚，更不用说表姐了。他还未向上级报告这一发现，女警就已经抵达那所谓的表姐家。结果两人一进门，表姐就坦白，她其实是受害者的家教，撒谎是因为身不由己。老师和被害者是去年相识，每次她想要结束这份关系时，每次她都会被对方威胁，那家伙威胁要把他们做饭的视频上传网上。那天她一直在哀求，我叫你住手，为了不让他们的关系曝光。于是她把罪责推给送餐员，但车振宇知道的却是另一种说法。有个抽脂病人和死者曾是高中同学，补习老师想方设法获取所需，女警则认为就算真如他说的，也得去警局受假证的罚。没想到老师直接不伪装了，他其实是受害者。老师看到学生把警察敲晕，太生气了，索性做了再说，直接递了把匕首给对方，迫使他干掉女警，如同之前那次，把知情者从楼顶推下去即可。有时候说话真得逼真。女警刚上岗那天，说了句最近都没有大案子，挺风平浪静的。不久他哥哥因为闯入他人家中并杀人被抓现行，巧的是受害女士正是车振宇的未婚妻，所以在把他送进监狱的那天，车为了出气，特意当着很多媒体的面揭掉了女警哥哥的面罩。就这么一来，罪犯的面容被众人所知，因此车振宇成了他的仇人。原来那女警并未真昏迷，这是他故意的安排，目的是抓取女教师唆使杀人的证据。事实上，在案发那天，被害人因看了短视频里的小姐姐，便受到了他的威胁，还威胁要告他非礼强制烹饪。两人争执时，女老师猛推一把，结果对方不慎撞上了镜子。事后为了给对方一个教训，他竟脚踩对方下巴下的碎片。恰逢此刻，外卖员按了门铃，女老师欲逃脱责任，便将责任推给了他。由此，外卖员的误伤案得以结束。次日清晨，女警员着手查坠楼案件，出租车监控证实，哥哥李俊赫出狱那天真的去了父亲的小区，那么小区摄像头录到的很可能是他。女警员随即联络相关部门，请同事帮忙查哥哥现住址。而在另一处，车振宇的车遭人涂鸦，他给律师朋友打电话确认李俊赫是否已出狱，
果不其然，资料显示他上月10号已经释放。此外，他还四处宣称，由于被害人男友的关系，案件未被彻底调查，而其中一名警察是他的兄弟。车振宇认为必须迅速找到李俊赫。当天下午，坠楼案的女儿提供了关键证据，那是一枚与他父亲在狱中收到的义工医生的徽章一样的徽章。一开始没太在意，就忽略了。另外，那女孩记得那个嫌疑人曾和他父亲一起在同一个监狱，同时通过律师朋友查到了李俊赫的地址。由于下午要做填充手术，车振宇就让小普医生处理了。说到小普，医院里人人都知道他花心，他总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外表去吸引女生。另一地点，车振宇到达李俊赫的家时，意外看到女警也在，这一点要留意。此刻车振宇还未知道，女警就是仇敌的妹妹。因为家门上锁且接了小普的电话，所以他暂时离开。晚上，女警依照徽章信息查到了那家整形医院，她想要那份违规诊疗的名单，但小普医生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了，并提醒他也曾是志愿者。什么也没查到的女警正要离开，这时接到坠楼案女儿的电话。小普医生此时也赶了过来，他让对方稍等一下，要确认女孩的邻居有没有目击到什么，决定马上过去一趟。正巧这话让小普医生听见了。镜头转换下，女警手里拿着弟弟的照片让邻居认一认，但因为那晚实在是太黑，她不能确定那照片上的人就是她所见到的。晚上为了答谢邻居，女孩特意买了炸鸡作为感谢。两人吃饱喝足准备睡觉时，突然门铃响了。女邻居一溜烟跑进了洗手间，她刚关上门，真凶刚进客厅。同时，女警收到邻居的紧急短信，马上开车冲向现场。画面切换，当车振宇和女警到达公寓时，女孩左手腕肌腱断裂，还有大腿的股动脉破裂了。好在车振宇原是外科医生，他简单处理后稳定了血压，得赶快把她送到医院。女孩终于度过了危机。不久后，她从噩梦中苏醒，但对昨晚的事一无所知。小普医生说要好好休息，建议避免过度刺激。另一方面，律师朋友打来电话，他发现李俊赫和那女警是亲兄妹。李俊赫晚上就带着所有积蓄，他主动找来律师，坦言虽然7年前服过药，但他没杀人，因为案发时他目睹另有他人。那天他正昏昏沉沉推门时，看见一个男人从受害人家冲出来，他看得非常清楚，从那家匆匆忙忙逃出的人。你能猜出那人是谁吗？可能是与受害人很亲密的人，比如他的伴侣。我在狱中时意识到，情杀是杀人案的主要原因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接到举报，有人目击了李俊赫的踪迹，恰好车振宇就在警署门口守候，看见女警领队似乎要执行任务，于是不假思索地跟了过去。不久，警察围住了废弃工厂，车振宇见此情况，走向工厂后侧门，果不其然，在逃生通道遇到了李俊赫。他很想知道这家伙刚出狱就盯上他的原因。其实坐牢时的李俊赫觉得极其冤枉，因为他根本没杀人的理由，因此只有一种解释合理，就是有人在陷害他。李俊赫猜想，一直想把杀人罪强加在他头上的，正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栽赃的车振宇，否则为何在撕口罩和急于定罪时显得那么慌张？李俊赫还说，他是进屋的时候，之前未婚妻已经去世了，肯定还有别人在场，不是那人最可疑吗？听了这话，车振宇突然感到恐慌，因为李俊赫口中的那第三者是他自己。是你没错了吧？那天逃出那房子的人，杀害女友和妻子，全因一片痴心。怎么了？是因为你未婚妻出轨吗？车振宇气急败坏地抓住李俊赫的脖子，脑海中却不断闪现女友死亡时的情景。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？男人突然发现自己的记忆遭到了篡改，而且动手的竟是他自己的母亲。面对振宇的追问，母亲显得格外焦急，她只希望振宇能忘记过去。为什么要纠结不放？我负担不起的事究竟是什么？母亲立刻岔开了话题，让振宇别调查了。确认找不到答案后，他转身离开了。振宇回到家后，不停地回想以前的事。他掐着俊赫脖子时，脑海里浮现了别的画面：女友死在客厅，振宇居然在现场，双手还全是血迹。状态失控的他对俊赫动手愈发狠了。幸好女警及时赶到，把两人分开了，但俊赫还是被带回了警局。在审讯室里的俊赫再次讲述了当年的情况。那晚他和朋友在屋里吸毒，听到门外有响动，就起身去看。一开门就见有人急忙逃走，发现邻居家门没关，俊赫就走了进去。没想到这成了他最悔的决定。走近一看，女人早已血流满地，他还无意间抓起了凶器。面对这些罪证，俊赫完全说不清，结果被当成凶手关进牢房。
现在他只想妹妹能信他一回。原来的凶手不是现在怀疑的那个人。女警开始翻查旧案的文件，她发现了一些问题，但当时没人质疑这些。女警很快找到了原案的负责人，向他询问关于车祸的详情，却发现案件文件里没这些信息，不知道是在劝阻还是警告。组长让女警不要再追查这个案子，但女警依旧十分坚定。幸好不全是坏事，那个攻击女孩的罪犯，经过检验证明他不是俊赫，因此俊赫被释放了。他也没打算放手，还要继续追查真相。那天振宇去参加聚会，偶然听到员工聊起7年前的旧事，他正巧见到振宇救人，这让他非常佩服他，也是因此选择在振宇的医院工作。结果那天振宇的女友刚好出事，振宇询问车祸详情时，同事却说那个日子在医院门口，振宇差点被车撞，幸好并未出事。其后看着振宇坐出租车离开，但按振宇的回忆，他的车祸发生在医院附近，他的记忆出了偏差，而这一切的背后只有他妈妈能做到。另一头独自调查的俊赫看到别人的手表时，突然想到那天晚上他进房间，地上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。他马上回家，从行李箱里找到那只手表，原来证据始终在自己手中。接着给振宇打了个电话，叫他马上到我家来。接下来找到女警，向他证明真正的凶手是振宇。此刻的俊赫已经把当年的场景记得清清楚楚，逃跑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振宇。当女警赶来的时候，振宇提前到了现场，但可俊赫却躺在地上，生死未卜。很快俊赫被急送医院，女警心情极为烦躁，之前一直不肯接受坚信哥哥是凶手，让他只能孤单寻找证据。但就在快要找到时，却发生了这场意外，这几乎证实了俊赫是替罪羊。警察赶到现场做了调查取证，但发现所有证据都被清理干净，显然这是一场策划已久的行动。因此最有嫌疑的人就是被看见在现场的振宇。但据振宇所说，他那天晚上刚到门口，就看到有人急忙离开，门口敞开着，振宇立刻冲进去，可进房间的时候，俊赫已经遭到袭击倒地。当时周围没有其他人，所以警方无法确信振宇是否撒谎。幸亏振宇的律师及时赶到，拿出了关键证据。律师那晚跟俊赫电话时，现场突然出现了第三者。你干嘛来这里啊？振宇暂时获释后，正巧碰上了调查组组长，他看着振宇走远，却突然对他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什么证据？记忆啊，都是为了刺激被害者而说的，你就当没听见。为了快点查清真相，女警又回到了案发现场。假设振宇没撒谎，肯定是有个人从别的路走了。他往下一看，正好有人从下面经过，振宇也来这儿找线索了，想证明清白，就得抓到真凶。还真在一块突出的铁上发现了血迹，女警赶紧把血样带回去检测，结果还没出。但组长因他是嫌犯亲属就找茬，他被踢出案件调查，虽然禁止参与，女警还是持续寻找线索。他查监控时看到一个熟悉身影，正是那阻止他的组长。女警马上去他办公桌，注意到杯子里的牙刷，他拿着牙刷去做鉴定，等待结果出炉后，确认 DNA 与现场血迹吻合。此刻的组长已经抵达俊赫的病房，试探性地问了俊赫的情况。听说俊赫快醒了，组长脸上忽然露出慌张，他找借口让俊赫母亲离开。望着躺在床上的俊赫，那晚的情景逐渐回忆起来。当组长前往俊赫住处后，当俊赫一出现，就意味着找到了证据，组长终将为过去的失误付出代价。想到即将面对的结局，组长突然注意到角落的灭火器，心中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。他轻轻地把门关上，接着房间里传来俊赫的惨叫声。看着躺在病床的俊赫，绝不能让他再次苏醒。组长刚要拔他的氧气罩，突然振宇闯进门，阻止了组长。振宇卷起袖子，露出一道伤痕，正是那晚逃跑时不小心弄的。组长试图逃离，刚到楼下便被女警拦下。面对证据，他哑口无言。没人料到的是，组长只承认当年逼俊赫招认，而真凶依旧别有其人。女孩吓坏了，眼前要给她手术的医生竟是之前想杀她的神秘人。笑珠正要喊叫，却在麻醉药效下很快就昏了过去。笑珠在昏迷中又梦见那天晚上的场景，绝望充满了她的心。笑珠很快从梦中惊醒，凶手的影子在她脑海里越来越清晰。她马上转身抓起桌上的笔记本，开始勾画凶手的特征。铅笔迅速在纸上划过，一双坚定的眼睛慢慢出现。笑珠拿起手机开始搜查，在医院网站上看了医生名单，对比之后，她确定自己没认错人。笑珠手忙脚乱拿起笔记本就走，但还没走远，一个黑影慢慢向她靠近。她赶紧躲进旁边的房间，幸好右阵只是随便一瞥并未注意，但她一进入病房才意识到笑珠已经消失不见，立刻想到了刚才的响动，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发现，向笑珠逃跑的方向追去。此刻笑珠刚跑到楼梯，正要往下走，而右阵紧跟其后不放松。他往楼梯底下一望，正好和笑珠四目相对，笑珠便开始拼命往下冲，可右阵紧追不舍。振宇注意到了他们，就在他看着右阵往下跑时，突然愣住了，脑海中闪过一些模糊的记忆。7年前的那个夜晚，振宇刚回家打开门，惊见女友遇害在客厅，
他慢慢抬头向前看，一看到那张脸，振宇满脸震惊。凶手趁机跑下楼，笑珠此时跑到楼下，但后面的脚步声越走越近，他只好躲进仓库里。佑振下秒就到门前了，似乎要推开大门，笑珠只好闭紧眼睛，静静地等待命运的降临。男人只是希望女人随他离开，却未料在争执中不慎放开了紧握的手，女人随即向身后的桌角倒去，撞击的力量让他立刻失去了意识。佑振发现慧珍昏迷后，竟然惊慌失措地逃离了现场，直到夜幕降临，慧珍才缓缓恢复了知觉，但由于失血过多，她无法站立，只能慢慢地向手机爬去。慧珍费尽力气才拿到手机，拨通了男友郑宇的号码。郑宇似乎感觉到慧珍的异常，焦急地呼唤她的名字，却始终得不到回应。这时佑振返回现场，从慧珍手中夺过手机，在听到郑宇的声音后立刻挂断，并将手机丢弃一旁。看着倒在地上的慧珍，佑振心中萌生了一个恐怖的念头。当郑宇赶回家时，发现慧珍浑身是血，已无生命迹象。他急忙想要拿手机求救，却不慎让口袋里的手表掉落。这时郑宇注意到墙角似乎有人影，那人意识到被发现后试图逃跑，郑宇迅速追上并阻止。在争斗中，郑宇扯下了那人的口罩，却发现那人竟是他最好的朋友。郑宇紧追佑振，却不幸遭遇车祸，这段记忆也因此被尘封。直到他听到楼梯间的响动，看到佑振下楼的身影，往事才涌上心头。此时笑珠在前方逃窜，只能躲进一个杂物间。佑振正要拉开门时，保安的出现让他停下了动作。在保安的注视下，佑振不得不先行离开，笑珠这才得以脱身。郑宇到达后，看着笑珠的表情和纸上的画作，心中的猜测得到了证实。他先将笑珠送到警局，确保她的安全，然后立即出发去寻找佑振。此时的佑振正在基建馆的储物室内，准备销毁作案工具。他回想起笑珠父亲去世的情景，曾承诺下次可以帮助笑珠做手术，却遭到对方的嘲讽。那晚佑振来到男子家中，再次被拒后，愤怒地掐住男子的脖子，将其推下阳台。但在佑振心中却坚信一切都是郑宇的错。回过神来的佑振拿着东西准备离开，却遇到了赶来的郑宇。郑宇拿起一旁的剑向佑振发起攻击，东西也掉落在地。此时郑宇确信真正的凶手就是佑振，他紧紧抓住佑振的衣领，将他逼入角落。然而佑振的下一句话让郑宇再次愣住，我之所以去那里，是因为你的母亲。从佑振口中得知，这一切都是郑宇的母亲策划的。他一直反对慧珍和郑宇的关系，于是暗中找人企图杀害慧珍。这一切被佑振发现。那晚他去慧珍家就是为了劝他离开。佑振扔给郑宇一些照片后离开，不久后出现在郑宇母亲的公司，用他的手机给郑宇打电话，让他去医院。郑宇赶到后却发现自己的母亲躺在手术台上，鲜血不断流淌。这一幕何其相似。愤怒的郑宇拿起手术刀准备杀死佑振，而佑振似乎正等着这一刻，他想用自己的生命来摧毁郑宇的一切。就在郑宇即将动手时，女警及时出现并制止，伴随着一声枪响，鲜血溅到了郑宇的脸上，而他手中的刀不知何时已刺入佑振的脖子。尽管女警及时赶到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郑宇并没有放弃。幸运的是，这里就是手术室。在郑宇的紧急抢救下，佑振最终活了下来，并将为自己所犯的罪行付出代价。那天郑宇去监狱探望佑振，询问为何要救他时，郑宇如此回答：他听说佑振一直否认杀害慧珍，认为那只是个意外。但郑宇拿出慧珍死后的照片，证实慧珍刚昏倒时并未死亡，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被人掐死，身上的刀伤只是为了掩盖脖子上的伤痕。因为那时的佑振把慧珍当成了郑宇，他之所以不愿承认，其实也是在逃避现实。与郑宇见面后，佑振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不愿相信自己会做出那样的事。这也意味着他将永远被困在深渊之中。真正的凶手被抓获后，被冤枉了7年之久的振西终于有机会洗清冤屈。在充足的证据下，振西被宣判无罪。未来的日子里，他将弥补那些曾经错过的时光。走出伤痛的郑宇嘴角不时露出微笑，也即将迎接他的下一份幸福。到此 Face Me 就正式完结了，咱们下部剧再见。